Hello， 我是 Nobu， 欢迎回到曲面实业的频道。那我们这次介绍 Rhino 里面的一个小技巧。我们通常做文字有2个主要功能，第一个是制图里面的这个建立文字，然后这个制图上面这里有一个文字方块，2个功能是一样的啊。然后还有标准标签里面这里有一个文字物件，那差别在哪里？我现在可以慢慢解释给你们听。好，这个地方我们先回到制图这里，我们先试第一个，这个建立文字啊，就是上面这一个文字方块一模一样的建立文字。那这里就直接输入你要的文字，比如说我打个中文，曲面实业有限公司，这样 Enter， 我都什么都不设定，我先按确定，好，就这样。那这个文字的好处呢，是可以反复编辑啊，点2下它会跳出这个编辑文字的视窗，那你在这里可以编辑它的样式、形式，然后这个是文字的字高，然后这是遮罩。那我在这里介绍一下遮罩，遮罩就是给一个颜色啦，啊，你比如说你要用背景或者是单一颜色，那颜色你可以去选择，比如说你要替换成红色。那可以遮罩的边界，这可以往外 offset， 这个去设定啊，这可以去从这边设定。那如果通常我们这个遮罩用在哪里？标注尺寸，或者是请人家看图的时候，比如说这个是绝对要检验的地方，我通常就会设定一个遮罩是红色或者是黄色，或者你要用成这个文字框，这里有一个矩形框，我把遮罩关掉啊。那这个地方你可以把这个框架做出来，然后可以做成胶囊框跟矩形框，然后这可以去调它的 offset 的尺寸啊。这个通常我会在做文字标注的时候，我们会用到这个。那字型这个地方就是一般我们 Word 的基本功能啊，你就是看你想要选什么字型，字型你们可以自己去选喜欢的字型就可以了。好。然后呢，这里面就是字中一个首尾对齐嘛，然后粗体、斜体啊，然后有下底线，这个你们可以自己去设定，稍微去看一下。这里我就不细讲了。好，那这个文字物件差在哪里？在标准这里有一个文字物件。好，我在这里我就打，好也是打曲面实业好了，面实业。这个上面基本上是一样的，这是文字的字高哦，比如说我用3 mm 的字高啊，就这样做出来。那它主要差别在这个输出的是曲线、曲面这样，这是曲面，然后这是实体啊，实体就是有高度的、有厚度的。那这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它不能再编辑，它做完就是一个物件了。啊，所以这是不可以反复编辑的一个功能啊。那所以如果你今天需要反复编辑这个文字，请用制图里面的建立文字跟这个制图下拉式选单里面的文字方块。OK， 那我再补充介绍一个功能，叫做单线字体。那单线字体很简单哦，你就是直接选择字型里面有这个 Microsoft 这个开头的 M 开头的，你找一下，这2个都是一模一样啊。有 Microsoft 跟 SLF 这一个字型都是在这里啊，然后按确定啊，因为它对中文的支持性比较差，比如说我现在用 NOBU 这样，好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。就是它做成单线字体，那单线字体好处哦，比如说你要做模具雕刻啊，它的加工时间会比较快啊。那这个文字物件里面也有雕刻字体，它会出现这样啊，它会故意把你原本的中文用成单线框呈现，啊，蛮有趣的，所以你可以考虑这个雕刻字体。那如果你直接用英文的话，它会直接变成粗体，这个不算粗体，就是原本字形，然后去想办法去做出这个单刻线的效果，也是蛮有趣的哦。
你可以试试看。好，那当然，如果你字型这里也是可以去选，在这里 ，OK， 它这一个字型跟这个字型就一样了啊。好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们不是说这个可反复编辑吗？那如果你最后你想要让它完成，它这个现在是字体字形，那如果说你今天要让它变曲线的话，你要对它按炸开啊，它炸开之后会变成 curve。OK 哈，所以回到这个地方，这些部分你要变成曲线，你都要对它按炸开，炸开就变线框了，炸开，炸开。不过炸开就没有它那个遮罩的功能的啦，所以如果你有遮罩的需求，你还是要维持它是原本的字体这样。OK 好，那大家可以理解这两个的差异。那我们这次就讲到这边了，那一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拜拜。